那再看一下这个 EPS， 它的同行 6.07， 稀释的 EPS 成长 6.7， 它是 126.19， 等于它这家公司的 EPS 每年在翻倍，成长性是属于可怕。Hello， 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1月25号周日的晚上10点55分。好，就继上一集，我有先分享了10家，就是我看好2026的股票，我已经分享了5家，那5家都是 IT 产业的。那这一集我来分享比较偏防御型的产业了。防御型的这些股票，因为不可能那10档都是进攻的 IT 产业，如果遇到什么大风险，那我的 portfolio 回撤会比较大。所以这5档比较偏防守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档的，就是这个 ALL Listed Corporation 这家公司。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描述。好，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运营的一家保险的公司。那保险的公司包含财产保险、意外保险、人寿，还有什么健康这些。我总共有下面这5个部门。它比较有名，私人乘用车和房屋保险，这是他们的联络中心、线上平台、网络销售都有扩大到很多个范围了。主要他们是透过 RT 这个品牌的用先进的远端资讯和处理、分析、提供行动数据来收集他们的那些服务。他们最近期有透过一些数位管道提高客户的价值，提高营运的效率，在改革的过程是蛮成功的。好，那这是他们的差不多的介绍。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量化分数的状况。可以先看下面这个 Quant Ranking 的部分，就它 Sector 是在这个 Financial， 那 Industry 就是在这个 Property and Casual Insurance 就是保险。如果在这个 Sector 它是684名排129名，那如果在这个 Industry 就是53名排13名。那可以看一下它的 Factor Grades， 在 Valuation 估值6个月前是 C 加，那3个月前变成 C， 现在是 B 加，所以它的估值慢慢的变便宜了。那 Growth 一直都是保持 A 加，所以成长性很强。那获利能力一直都是保持 A， 那 Momentum 就比较不好，从 C 掉到 C 加，再掉到 D 加，有比较下降的评分。那 Revision 就是分析师的修订，从6个月前是 B 减，然后变成 B， 再变成 A， 所以分析师也是对它这家公司是预期是上调的。好，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它的这些财务表现的部分。好，先看那个 Valuation 好了，先看这个 PE Forward 它的同行大概是 11.91， 那它是6，所以是比同行的远期的 PE ratio 大概折价大概快 50% 左右。如果把成长性考虑进去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它是 0.34， 它的同行的中位数大概是 1.11， 也就是便宜的大概将近 70%， 也是很多。好，那看一下成长性的部分，表现也是 A 加。虽然在 revenue 的 growth 就是收入的成长表现跟它的同行差不多，但是你可以看到在 EBITDA 跟这个 EB growth 的话，都是完全领先他们的同行的中位数。你看他们同行的叫 EBITDA growth 的 YOY 只有 3.65， 那还有 62.52， 超级高。EBIT growth forward 同行是 11.47， 那它是 125.05， 多了大概 990%， 超多的。稀释的 EPS 的 growth 它同行只有 10.84， 它是 194.77%， 也是超强的一个成长。好，那看一下获利能力，它的总体评分是 A， 但是在毛利率是输它的同行的，是比它同行大概有6成，但它只有大概2成8。那看 EBITDA margin 也都是输它的同行。但是你可以看到在 ROE 的部分，这个 Common Equity 的话，它的同行是 11.02%， 那它是 37.23%， 就是多了大概 237.8%， 所以它是赢在这个 ROE 的这个部分。那再看到 Momentum 蛮长，都是跑出它的同行，它同行已经没什么涨了。你看3个月这个金融业的表现是 7.85， 那它是负 0.42， 6个月它是 4.6， 它是负2，所以都表现的比它的同行还差。Momentum 是比较惨的。再看最后一个是分析师的修订，你可以看一下。分析师对他这家公司的 EPS 加22个分析师有22个上调，那 Revenue 是2个分析师上调，3个分析师下调，所以还算不错。EPS 全部都上调，是还不错的公司。那这就是第一家这个公司。好，那第二家公司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INCY Insight Corporation 这家公司，这是一个制药公司。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简介。它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在做一些治疗药物的开发，它的总部在德拉瓦州，业务遍及很广，在瑞士、日本、加拿大都有办事处。那主要专注在2个领域，治疗领域就是血液学跟肿瘤学，以及什么发炎和自体免疫这些。下面这个它产品有治疗什么骨髓纤维化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些症状。现在临床阶段产品针对各种癌症还有免疫疾病，展示其对解决严重未满足医疗需求的承诺。好，这家公司就是一家制药的公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量化数据。好，可以看到它 sector 是在 healthcare， industry 就是 biotechnology，
那在这个 sector 量化分数940名排11名 ，industry 465名排第4名，所以都是很靠前的分数。那看一下它的这个 factor grade， 就在估值6个月前是 A，3个月前变 A 减，现在变成 A。那成长性一直都是保持 A 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选择股票逻辑，其实成长性很重要，就是这家公司的 revenue 或是它的 EBIT、EBITDA 还有 EPS 有没有在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那 probability 从 A 减变成 A， 那 momentum 从 B 变成 B 加 ，efficiency 从 C 减变成 B， 这5项因子都是有在改善的。好，那我们先看估值好了，看一下估值比较喜欢看 forward 的，那先看这个 PE forward， 它的同行是 19.64 啊，它是 15.1， 所以它是低估 23%。那如果这个 PE gap 的 forward 可以看一下，它同行是 1.82， 它是 0.07， 也就是它低估了大概 95.97%， 也就是你一个东西价格乘以 0.04 就那么便宜。好，那看一下成长性，可以看到这个 revenue growth forward 同行是 7.63， 但是 14.38，大概1倍。看一下 EB growth， 我这个更夸张 ，forward 的话是 8.47， 是它的同行中位数，它是 39.63。那如果 EB growth forward 的话，同行是 9.4， 它是 46.38， 所以这家也是真的有赚钱，它也是有在成长性很高的。一般你对制药行业理解，应该都是在烧钱在研究，研发出什么新药，过什么 FDA， 股价爆喷，这是真的目前已经在成长的公司了。那看一下 EPS 的稀释，它的同行是 8.1， 它是 29.69， 也是超级无敌高。那看 profitability， 毛利率跟它的同行差不多，但是在 EBIT margin 的话，同行只有 5.38， 它是 25.52， 代表他们的管控的非常好。那 EBITDA margin 的话，它的同行是 9.33， 它是 27.51， 也是很好的表现。那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你看一般它同行的中位数都是负 33.31%， 就是 ROE 都是负的。在制药这行业要赚到钱，真的很拼研发，很拼智慧财产权这些东西。那它是 30.39， 超级高的。好，那看 moment 它也都表现比它同行好，3个月它涨了 14%， 6个月涨了 44.28%， 那9个月涨了 75.84%， 那1年涨了 40.62%， 都比它的同行中位数还高。好，那我们看分析师对这家公司的看法。看一下 EPS， 有18个分析师对它的 EPS 进行上调，那0个分析师对它的 EPS 进行下调，就近3个月内。那 revenue 有21个分析师对它的 revenue 进行上调，那也没有分析师对它的 revenue 进行下调，所以 INCY 是我第2家看好的防御型的公司，也是成长性蛮多的，但它就是没有在 IT 产业里面，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了，那第3家公司呢，跟大家介绍这一家 B， 代号叫 B， 叫 Barrick Mining Corporation。那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简介。好，这家公司它是一家矿业公司，前身就是巴里克黄金公司，它是一家跨国的矿业公司，总部在加拿大多伦多。它主要从事黄金、铜的那些探勘、开发、生产和销售，同时也涉足了白银和能源材料。那有在跟我直播的那些投资朋友应该就知道，近期的贵金属还有那些能源都是涨翻了。巴里克矿业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那你看，它被公认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商之一，在北美、非洲、中东、拉丁美洲都有不同的经营大型的矿场。这家公司的策略重点在开发一级资产，一级资产就是在你能在10年内以低成本每年生产超过50万盎司黄金的这个矿场。那这项主要业务就是在这些上面这些矿场。那它还有大量的铜矿业务。特别是在什么上比亚、卢内瓦纳矿，这反映了它的战略性递进军铜矿，以满足电气化趋势的日益增长需求。铜我在直播也讲过，它是电气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金属，所以铜是我非常看好的。他们也有这方面的业务。巴里克致力于什么？维持可持续且有利可图的投资组合，放弃规模较小、成本较高的矿山，同时在旗舰业务。下面这边大家就来自己看一下。我觉得这家公司也是我自己多加码$40，比较看好这家公司。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表现。你看，一年它目前已经涨了 222.88%。黄金有避险需求，铜又是电气化需要用到的贵金属，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看好这家公司。好，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些它的量化分数。那 sector 是在这个 material 原物料，那 industry 就是在这个 gold 金矿。那在这个 sector 它是277名排第10名，那在这个 industry 47名排第6名，也都是排名很靠前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factor grades， 就是 valuation 是 B 减，6个月前是 A 减，那现在有变 B 减，还可以小小的下降。那 growth 一直都保持 A 减，那 profitability 保持的是 A 加。那 momentum 从 B 减到 A 减是有上升的。那 efficiency 从 A 减到 B 加到 A 减，也就是分析师看法。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数据。好，那我们先从 valuation 开始看。
可以先看到它的 PE 目前都是比它的同行略高一点，它的同行大概都是20.84，它是27.4。我主要看是那个 Forward 同行是19.33，它是22.33。但是如果你把成长性考虑进去，这个 PEG non-GAAP Forward 的话，它同行是1.46，它是0.49，也是打了大概66%，就是打折。所以我觉得目前把成长性考虑进去，它还是便宜的。好，那来看一下 Growth 成长性的部分，它的总得分是 A 减。那在 revenue 就是收入，它的同行只有2.93%，它的成长性是18.39%，很高。那再看 forward 的话更高，那同行只有3.03%，它是21.51%，所以很强的成长公司。EBITDA 的话，它的同行是6.72%，它是39.3%。那 forward 的话，同行是5.23%，它是36.64%，也是很高。那再往下看，这个 EBIT 高了更多，大家自己看这里。那再看一下这个 EPS，它的同行6.07。稀释的 EPS 成长6.7%，它是126.19%，等于它这家公司的 EPS 每年在翻倍，成长性是属于可怕。那这成长性就长这样，那 profitability 更强，这个 A 加分数。那我们来看具体来看一下，毛利率它的同行大概29.9%，它是48.06%。那 EBI 同行是10.84%，它是46.82%，也是都比它同行高超多的。那 EBITDA 同行是16.75%，它是55.51%，也是很多。那再来看 Net Income， 它同行是4.9%，它是24.53%，也都是吊打它同行的。那也看一下 ROE， 同行是5.54%，它是14.63%，所以这个 Profitability A 加当之无愧。那看一下 Momentum 也都走比同行还好。那同行的中位数大概是16.81，3个月是59.92，6个月同行是19.33，它是136.37，已经翻倍了。那9个月跟1年也是拉开他们同行中位数的涨幅。看一下分析师是怎么看的。可以看到 EPS revision 有13个分析师对它 EPS 进行上调，那有3个分析师对它 EPS 进行下调。那 revenue 有6个分析师对它进行上调，那有3个分析师对它进行下调，所以主要上调的分析师近3个月还是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分析师也是看好这家公司的。好，第4家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家 WLDN Willdan Group 这家公司。好，那可以先看到它1年这家公司已经涨了 236.52%， 已经涨很多了，但是我还是推荐它。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简介是它是在做什么的。好，可以看到它成立在1964年，它主要在美国提供专业技术和咨询服务的一家公司。那它主要透过什么？能源与工程和咨询2个主要部门营运，提供广泛的服务。能源部门专注在能源效率的咨询，还有工程，还有一些什么基础设施项目。我们说最近要改资料中心，基础设施还有能源就非常重要。好，那再看一下以及审计、专案设计还有电网优化综合服务。那工程和咨询部门在提供什么建筑安全合规、城市工程、灾难复原，还有什么运输和交通工程的业务非常的广。那它的客户也包含了很多，像什么公共事业、政府机构、商业公司、工业公司这些，所以它这家公司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好，那它最近也透过什么收购，在看它的能力还有它的客户群。那它这家公司的简介差不多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量化的分数。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Quant Ranking 的部分，就是它 sector 是在这个 industry 工业，那个 industry 是在这个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service 就是咨询的。那你看到它这个 sector 是619名排第1名，那它这个 industry 39名也是排第1名，就是最领头的那个龙头公司。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factor grades， 先看 valuation 比较惨一点，6个月前是 D 加，3个月前变 C 减，现在又变成 D 加，所以应该是目前估值是很贵的。那看一下成长性。6个月前是 B， 那慢慢到现在是 A， 好，有变好。那 probability 就是获利能力原本是 C，6个月前是 C， 然后变成 B 减。那 momentum 一直都是保持 A 加，那 revision 从 A 变成 A 减，再变成 A， 所以也是有变好的。好，那再看一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那些财务表现。好 ，valuation， 好，先看这个 PE get forward， 它同行的那个中位数大概是22倍的本益比，那它是 30.81， 所以大概贵了 37% 左右。但如果把成长性考虑进去的话，可以看到这个 PEG Gap TTM， 它的同行中位数是 1.26， 它是 0.64， 所以大概打了5折左右，所以还可以。如果把成长性考虑进去还可以，但如果没有成长性，这个估值是非常差的，太贵了。那看一下成长性，可以先看它 Revenue Growth， 它的同行中位数是 4.12， 那它是 12.9。如果是看 Forward 的话，同行是 5.12， 它是 13.2。那 EBITDA Growth Forward 的话，同行是 7.01， 它是 23.82。那个 EB Growth Forward 的话，同行是 8.18， 它是 38.97。那如果 EPS 稀释 EPS 的 Growth Forward 的话，同行是 8.82， 它是 37.25， 也都是有2位数差，所以赢它的同行非常多，所以成长性很好的一家公司。那看一下 Profitability， 获利能力的话，毛利率略胜。那这个 EBIT 跟 EBITDA margin 就是都比它同行还差。
但 net income margin 跟它同行差不多。那看一下那个 ROE 的比它同行好，它同行的是 12.47%， 它是 16.38%， 所以就是赢在这个 ROE， 所以它的获利能力是 B 减这个分数。那看一下 Momentum 的话，哇，它这家公司涨翻了嘛，刚刚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它一年涨了多少，200多%， 236.52%， 它同行中位数只有涨了 9.4%， 近期呢，这3个月还在涨。6个月跟9个月都是吊打它的同行，所以这个动能是非常好。那再看一下分析师对这家公司的看法，有2个分析师对它进行 EP 的上调，那没有分析师对它进行下调。那 Revenue 的话是1个分析师对它进行上调，没有分析师对它进行下调。近3个月没什么分析师就是对他那个预测这家公司。那 WLDN 就是我觉得搭上了基础设施跟能源，就是在 AI 那个下面也是很重要。就算 AI 最后没有成功，这2个东西的表现，就是基础设施跟那个能源也是相当重要的议题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推荐它的原因。好，第5家公司，最后一家公司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ATI 这家公司。好，可以先看它这个1年的表现呢，是已经涨了 109.48%， 已经涨了很多了，但我还是推荐它。好，那我们先看这家公司的那个描述，看一下是在做什么的。好，它是总部在那个德州达拉斯，是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这个专业材料和这个复杂零件制造商。那公司主要2个部门，一个是这个高性能材料和组件 HPMC， 还有先进合金和解决方案，就是这个 AANS。那主要就是 HPMC， 就是主要在那个航空航太跟国防市场，就是那个因为川普现在上任嘛，然后那个现在很多国家之间有很多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那国防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航空一直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需求。那其实占了这个收入大概 86%， 然后主要用在那个商用喷射发动机。那它的部门就是生产什么镍基高温合金、钛合金，还有特殊什么合金等先进的材料，并以什么精密锻造和机械加工零件而闻名。那另一个服务就是这个 AANS 服务，就是更广泛的市场，就是在包含航空航太、国防、医疗及电子，提供什么板材、薄板和带材等高价值扁平产品。那它就是有各种那个先进制成的技术，然后这边。以下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就是主要是在做那个材料的，就是飞机材料的，还有一些合金那些的。然后好，那差不多是这样。那来看一下它那些估值的表现，可以先看到它是这个 industrial 是个工业，那 industry 的话是在这个 aerospace and defense， 就是应该是这个防御型吧，还有什么太空防御型吧。然后这个 sector 是在619家排第7家。那 Industrial 是64家排第1家，也都是应该算偏龙头的产业。那来看一下它的分数，在 Valuation 的话呢，都是保持在 C 减。那 Growth 的话一直保持在 A。那 Profitability 从 C 减到 C 加到 B， 虽然获利能力一直有在改善哦。那 Momentum 的话从 A 加到 A 减到 A 加。那 Revision 从 B 加到 C 加到 A 加，就是分析师对它看法逐步的变好，也就是我推荐这家公司的原因啊。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那些财务指标的表现。那我们先看估值好了，估值 C 减应该是算蛮惨的。你看它这个 PE non-GAAP forward 同行是 22.41， 它是 38.82， 也就是比同行贵了大概 73% 左右。如果把那个成长性这个 PE non-GAAP forward 考虑进来的话，它的同行是 1.96， 它是 1.48， 大概打折 24% 左右，所以还算还可以，但是算差。这个估值这家股票太贵了。但是看成长性的部分，你就会对它吓到了。看人家 revenue 的 growth 的话，它同行是 4.12， 那我们看 forward 它是 5.12， 它是 6.04。那 EBITDA growth 的话呢 ，forward 它同行是7，它是15，就1倍哦。那 EBI growth 的话，同行是 8.18， 它是 7.3， 也是翻倍。那 EPS growth forward 的话，它同行是 8.82， 它是 14.85， 也就是它都是有保持双位数的这个成长，也是非常的强。好，那看一下获利能力，它获利能力有改善嘛？那我们看具体改善的在哪里？毛利率的话是先比同行还差，同行是 31.38， 它是 21.87。但如果在 EBIT 的话，就比它同行好了，同行是 10.59， 它是 13.84。EBIT DA margin 它同行是 14.63， 它是 16.86， 都好一点。那看一下 Net Income， 它同行是 6.28， 它是 9.71。那这个就比较厉害，就是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就是 ROE 的部分，它同行是 12.47， 它是 25.43%， 就是大概多了1倍它的 ROE。那看一下动能
动能的话，你看它的同行都没怎么涨，6.58、8.49、30.42、9.4，它是37.97、31.31、145.09，还有109.48，所以又涨得比它同行还强很多。那我们看一下分析师的那个 revision 也是慢慢的变好嘛，对，那是好多好呢。看一下近3个月有 EPS 有8个分析师对它进行上调，那没有分析师进行下调。但是 revenue 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就是有6个分析师对它 revenue 进行下调，然后没有分析师对它的那个 revenue 进行上调，所以这个 revenue 不好，但是 EPS 很好，这是这家公司。好，那终于讲完10家公司了，拍了2集，每一家公司都讲很久，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很多东西没讲到，像这家公司在他们那个产业的市值是多少，这些其实都要分别细细的下去看的。但是因为时间原因，我觉得我就只能讲那么多。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也可以来我的直播，就是每周1到5晚上9点，可能会找个几天会开个那个投资聊聊天，之后会想办法把它定在某一天啊，现在还没有想到哪一天比较固定会比较好。那还有固定的是礼拜6晚上9点也会有那个我的投资账户的记录的直播，当然那时候也可以来听听看。好。那具体还有什么其他股票想要问，也可以来我的直播来问。那这10家，说实话，我自己最看好还是 MU 跟 B 这2家，我自己有多投了40美金。然后最不看好的，我觉得是刚刚有讲一家金融业，那家那个保险，忘记叫什么 ALL 吗？对，我觉得那个我比较没有看好，因为我自己不是很看好金融业，金融业是用钱在赚钱的这个行业，我就觉得做生意应该还是要以就是真的有产值，那个也没有说金融业不能赚到钱哦，但是那一家公司之所以有那个人工智慧核保，我还是希望给他一个机会，就是我也不想要先有太多自己的评判，他说这10档我就先投这10档，然后只要有哪一档的那个量化分数掉或 strong sale， 我也会对我的 portfolio 进行调整，就会卖掉，然后把那个股票呢平分给其他支，这样这是我目前的那个一半资金的投资计划会放在这10个 portfolio 里面。那如果大家还有不清楚呢，也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好了，都分享10档给你们了，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按赞订阅一下我频道了，对不对？好，那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拜拜。将来银行又来了，2026第一季，你只要用我的专属邀请码8CGZS 完成开立将来银行的存款账户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200块新台币。而且将来银行是纯网银哦，你完全不用临柜，只要线上点一点就好了。更扯的是，你只要在第一季用他们的千账金融卡、大江卡或是江卡刷满8000块的话，他就直接送你一个20寸的迪士尼行李箱。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将来银行第一季的权益，可以参考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会详细解释将来银行有哪一些好处。还没有存网银的，赶快把握这次机会。